嗨，嗨，哎，有 ，Hello， 大家好，表弟表妹们好。我现在正在等甄轩，现在已经9:01了，他已经迟到1分钟。嗨，嗨。还是我先点饮料好了。红茶。不好意思，我想要一杯红茶。谢谢。啊，2分钟。嗨。等一下。嗨，轩轩。开始了。开始啦！你迟到2分钟我刚停车。嗨，你要打招呼一下。Hello， 表弟表妹们。嗨。好冷。我不冷。我冷了，很冷。我很冷。他说他很冷，所以我很冷。来，冷吗？冷。哇，冷吗？你有洗澡？不然呢？洗过澡才来找我，不错。你好。对啊，他说他冷，所以我就把我衬衫给他穿。对啊，那你会不会冷？我不冷啊。你不冷？看到你我就温暖。我的先，我刚刚先去点哦，所以没有看到。你这杯是？我这杯是特调，有点柚子，然后还有那个梅子酥，对。甜甜很爱闹。不是很爱闹啦，就好玩嘛。因为我跟瑞佳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我们上次见面好像是宣传活动吗？就是写春联那次，对不对？对，那次直播，其实也挺久过年前。可是你今天有没有看那个我们2个的那个花絮？有。那你有没有看守贞的预告？也有。我是看守贞的预告，就是前几天有就是我们的侧录跟预告都有。对，我觉得超虐的。对啊，我觉得剪得很有感情，我觉得你很坏。可是我有看到你的那个难受，我觉得其实我有看留言，我觉得如果你们看了第2名的逆行，就会知道说他也是逼不得已啊。对，真的有一种想爱，但是又不知道那个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可能第1季大家应该知道，我们2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缺陷。对。你要张瑞佳好帅，太虐了。你演得好好。谢谢。我觉得跟瑞佳演真的很好玩。到时候看，因为现在我们是用剪接剪预告，然后我觉得都比较把最浓烈的地方剪出来。对。可是真的去看的时候，有那种流动的时候，我觉得会更感动吧。因为我觉得感动的东西不是只有我的眼泪，还有他的无可奈何，对吧？跟一些不舍。对。其实可能因为可能我自己就在演裴守义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要去揣摩，因为那很难。因为张瑞佳是有感觉的，可是裴守义是他不知道爱人的那种感觉跟被爱的感觉是什么。但是而且你也不能偷懒，就是我真的演毫无表情。对，可是其实裴守义这个症状，他是有钥匙的。Key man，对，就是这个大家看了第2名的逆袭，就会知道，就是一点一滴的那个
那个心门就是慢慢的被打开，被我撬开了。对，我觉得我很喜欢我看第2季的时候有点，我很喜欢，可我很不过瘾，就是没有，这个不是硬我知道，可是那是演员的那种，就我觉得我们有2个人正好都进入到一个很深的地方，其实后面的东西如果我们更多的话，我觉得那个冲击力道会突然，对，因为其实第1名永远的第1名后面，你后面有彩蛋出来，然后等了12年，对，其实这个12年的厚度其实就已经垫第2名的逆袭的前面了，对，所以我们第一次在碰面的时候那个，对啊，我们2个根本就是动作明星，就是用全力了，用肢体。其实那次蛮开心的，因为其实我本来说真的，其实我们要看一下他们讲什么。对，我们拍第3季吧，有多深哦？马尼亚那什么纳亚海沟哦，还马尼纳亚海沟。他说内地的粉丝可以求第3集，第3季啊，第3季有多深，要多深有多深啊！你不要我就不要管我，虐我啊！开门，对我专门开这道门。对，他开我这道门很难开啊，花了12年呢。不止12年，加上高中那3年，15年。其实我有问题，我想问问粉丝，就是表弟表妹们，就是你们期待第二名的逆袭，就是我们2个会有什么样的想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呢？的画面？可能比如说，因为我们手真 CP 这对就是比较激烈一点，对，真的激烈。像昨天的预告释出之后就，哇，超多人好像看到哭，或者是看到有点不舍什么的。我自己都有点感动，虽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是剪出来的那些浓度有感动到我。对，自由搏击。我会输瑞佳，我会被手一打死。如果真的自由搏击的话，我应该一直跑，我绕圈圈这样一直跑。第2季温柔一点就好。有手一有温柔的部分，而且蛮感人的。就是我们在那个屋顶的时候，对，那一幕我觉得蛮感人的。屋顶跟其实蛮多地方的一开始还有你学校的时候那个是不是不能爆雷啊？对啊，你要爆到哪边？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其实没有，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场戏是，他说你把我扛到哪里去了？他们都觉得很酷，就是你把我扛着之后，你还健步如飞。因为他们就还去研究我们的体重差到底差多少，为什么你可以做到，就是把我扛起来之后还走得更快？他就说这个关系就是不用靠脚走路的关系，就我很轻松。哥哥平常有在健身。没有，其实我有想象说有哪几种爆法。我没有研究过，就是怎么样爆，直接把你扛起来是比较 man 的。那公主抱的话就是否那个有点太得意嘛，对不对？对，还有什么？有没有那种单手小孩子抱的？就没有，还有一种你把我架在那边啊，然后带我去看风景啊，就说就你坐在肩膀上，对不对？肩膀上。就说真轩，这里是什么黄石公园那样，或者是黑森林。老师我看不到，再高一点，然后再把它往上推。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衬衫吗？最公的，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穿的衬衫其实是戏服里面的？对啊，这件其实我刚刚跟他索取的衬衫是手艺的戏服。对，那我戏服送给你啊，好不好？你要送我？对啊。可我也有很多戏服。好啦，我很喜欢的。可是不然我们今天来一个放送，就是来抽，我们可不可以抽啊？就是抽人，然后送他手艺的戏服，原汁原味。这个真的是戏服，真的是里面的哦。你要问你们会想要吗？送你衣服的人，
如果我们送给表弟表妹送表妹，他们想要送点别的，你想男友的衬衣，我真的咬了它，但是我想问你们，想不想要手艺的那个他刚洗完澡穿上还有香喷喷的味道，贴身的、啊。还有你贴身是，还是我现在在说手衣我好冷，我不够，脱下来，不要，这个要第3季吧？所以其实有粉丝在问说，那个大家比较含蓄，请问一下，你们有吻戏吗？在里面？算有，可是我们的吻戏不是那个没有，其实有一心一德他们那种。可是有想象版的。其实我们番外篇应该有。哦，对，番外篇，因为番外篇我们还没有看，但我觉得会满足表弟表妹们的心目那个脑海中的那种幻想。番外篇会很甜，我觉得非常甜，因为他把我们我可以讲一下吧？可以，在2个人没有看过我们剪接的人。哦，对，也不知道最后剪成什么样。可是因为我们有演啊。好，我演的感觉是番外篇蛮甜的，因为他把我们在校园高中生活，我高中他校医的时候的2个人的互动，还有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对彼此那么在意的东西都讲出来。对，算有，那就是没有番外。所以大家是想要这件衣服的吗？就有的希望说就给表嫂，可是有的就说没有。我跟你讲，他有2件，1件可以送给你们，然后1件看你 hello， 然后1件可以给我，等宣传完之后你就可以给我了。甜就完事。还是得看完哦，不能只说后面是甜就这样。好啊，不然我们真的可以，这些留言的人，我们是可以看他们之后可以回顾他们吗？可以吧？瑞佳要记得把它存起来。好的。对，直播要存起来。也要结存。或者是我们之后在想我们要怎么样做活动去送这件衬衣。可以啊。这样等于瑞佳穿过，我也穿过，然后这是会出现在我们剧里面的一个衣服，好吸引人哦，我好想抽哦。十支甜体香的有，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这样夹一夹，我这样稍微来一点，增加播放量。我们都有看到你们啊。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我们可以回答问题。有这边之前我们有募集一些，就是想要知道织田的尺度最大可以到哪里。我觉得就演戏的尺度吗？我自己的感觉是，只要我喜欢这剧本，我不太在乎尺度的，就是喜欢。当然不要在道德上面做太多，例如说导演带我去一个地方，然后突然叫我说，去砍那个人，我说吓死。就是我们不要违反人伦的道德，然后在符合那个剧本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也很喜欢这剧本，我觉得我尺度没有介意的，我反而介意的是观众会不会不喜欢我那个尺度。好，那我们这样讲啊，就是你没看过《德艺》第一季的内容嘛？如果你们2个演的是德艺 CP 的话，你觉得你们也可以？那个很正常吧？那个很 OK 啊。对啊，那很 OK。因为而且我还想说，如果换成是我们2个得意的话，叫这边说示范。你看，现在是我没有土拨鼠，那个就是土拨鼠在这边，我不会挖坑给自己，我不会挖坑给自己。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在坑里面了吗？所以现在是说拖的尺度嘛？没有，不是拖，就是那种情欲的情感的尺度。我觉得 OK， 我觉得 OK。因为其实就是照着情绪。我没有觉得我们的情感比较不浓烈，而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表达的话，也做得到。对，可是当然，不同演员去揣摩跟不同对的火花，我觉得一定是不一样。他说示范。这不是我说的，我没有打字哦。你的红茶是不是？怎么还没来？我去帮你吹一下。那示范一个没有什么桥段。我自己觉得去示范这个就有点
因为我们不可能做的是原版的那样。不要原版的。如果今天是一个情人节，你也要。好，假设我们现在来一个也是情人节，也是送他一个东西，然后你要跟他告白。情人节他想跟我告白，还有出题给你哦，我接招哦。跟他告白啊？对。其实我们有很多啊，可以借用道具，吻戏都是老婆在主动。因为他们有人说，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这戏里面就是老婆都比较主动一些，不然亲个额头嘛。表嫂也比较主动。我觉得亲额头，我们在这边，但是真的想看吗？但亲额头可不可以顺便问一下，因为也是有粉丝提问说，觉得对方最性感的地方在哪边，然后就亲最性感的地方一下吧。我觉得瑞佳的鼻子很性感，超挺。我是觉得你眼睛很性感，就是也不是就是那种楚楚可怜的那种。就是如果你选想要去呵护的地方的话，会是眼睛，就是会突然间好想要照顾你这样。人家有点频率有点太高了，我都怕我回家会酸。可是有因为粉丝有说，就是看到你蹲在那一边，然后真的超可怜的，因为我就是要引起你的同情啊。我知道，我很努力的做到，所以代表我有做到。所以我会在压抑我的情感啊。你看，我还是叫你进来啊。我有感觉到，可是我都那个蛮好玩的，那个蛮好玩的。可是你怎么揣摩那个这么像浪蹲在那边的那个样子？然后包括也有人说你的抱膝蹲在上面很像 L。对，其实我觉得因为在文本上面，其实关于那个蹲法就已经有了，所以我对于于正轩的想象有一部分就是以前看那个《死亡笔记本》里面会有的，因为于正轩应该说我啦，就是我在 WBL 里面应该是一个智商蛮高的，对，然后又有点亚斯伯格，就是学者型的那一种。所以我有参考蛮多类似这种人格的，像是雨人啊，或是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啊，或是死亡笔记本啊，或是我以前看过那些那种斗智的那种漫画，对，就是很多的元素在里面。对啊，还有你的手很漂亮，就帮人家 bling bling 的效果，手很漂亮，是不是？你们两个可不可以十指交握，让大家拍一下？没有，我们先那个吧，先喝饮料。好，我们先来。这算是庆祝重逢吗？应该是。你刚刚那样很性感。你刚刚那样很性感。我是想说吸管还是不要浪费哈。其实你干嘛喝我？蛮好的。一点点。我喝你。对，你是一点点，应该很明显的。你是点什么？一点点小酒。你刚不说你开车？我代驾。我帮你开是不是？不行，我刚刚喝了。你帮我开，你带我回家。可是我也喝了，我现在要喝你的。那我们一起请代驾回我家。还蛮好喝的那你浅尝一下。可是这么一点点我喝不够。我们回家喝开心，好不好？示范呢？好啊，不然就是鼻子跟眼睛嘛，对不对？还是我眼睛去碰他鼻子，一举两得对不对？一举两得，我眼睛去渡你的鼻子。好了，示范了。我们要示范什么？假设今天情人节，然后你想给我一个礼物，正好我们这边有一个道具，我们来重温那个德艺 CP 的那个经典桥段，要不要？好。我们在天桥上，然后我是周书毅，用你们自己的，用我们自己的路。我是周书，没有啦，好啦，又对不起，又很可爱，又超可爱，又很可爱，又超可爱。因为每次都被我们就是因为他要理解，他有需要一段时间理解，然后那时候我们有时候讲话很快，他就会有然后子红就跟他解释，他就
就会才知道。而且子红跟佑就是，他们莫名的，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很浓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闹他？你们两个？我觉得这是一个荷尔蒙的东西，就是我们感觉那里面有点，对他们有一些，因为像我跟瑞佳，我们有好，可是我们被弄，我们就被弄，可是他们一被戳一下，马上就喷糖出来，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你什么时候发现？我不知道好像从雀那一次吧。哦，对不对？雀，我们4个人坐在那边。哦，对，好像那一次。是从那一次。那次就发现，因为子红有时候会跟着我们一起闹 U 嘛，可是有时候闹到子红的时候 ，U 就会有一些反应，然后闹他们2个人的东西的时候，子红就有点害羞。对，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 U 真的蛮可爱的，他有时候他很想这样腼腆这样笑。对，他很腼腆。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杀青的时候，这可以说一下吧。又在 KTV 的时候哭，对他很感动，因为他当然会觉得周书毅是一个挑战，就是对，因为这算是他第一次的戏剧演出对，他压力蛮大的。虽然我们大家都很支持，也很相信他，可是他感动，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相信他，他就觉得，因为他自我要求也蛮高的，很怕砸了吧，但我觉得他做的蛮好的。我觉得看起来，因为他很在意他的讲话标不标准嘛，但其实说起来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奶的，就反而很可爱，而且他入戏很深我觉得他其实到喝杀青酒的时候，他都还无法卸下那个周书毅在里面的那个。对，我觉得直到现在，对，真的很会那个，真的不愧是土拨鼠夫妇。对，你知道我们家是我们自己挖的吗？对啊，又很可爱。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次很开心跟他们合作，就每个人的特质真的都不太一样。子红感觉不太讲话，可是他私底下那种讲屁话的时候，他超热烈，他超会聊的。对，他超会聊屁话。他就是他算是闷骚的啦。他们2个都闷骚，对，他们2个都很闷骚。所以有人讲说，难怪不是一表不进一家门，就这2个表哥跟表弟2个人都是这样子，害2个老婆这么辛苦。你们知道我跟子红其实没有血缘关系，可是我们都是彰化人哦，对，彰化那个上次直播讲啊，江也是嘛，江也是，3个都彰。哦，你们3个都是哦。对，那你们可以去报3对3呢。对啊，我跟你讲，我们2个英文名字又一样。对 ，Ray。好，你知道我们在赖群组的时候，每次Ray回的时候，我都要想一下。对。我有一次他传给我。哦，你要传给江家。他传给江家，待会我们聊一下。我说，小姐，我是瑞佳。对啊，不好意思，我们2个有时候聊一聊就会聊开，然后一直没有看到很多你们的。OK。好，快点亲。好，那你知道亲我鼻子的最性感的地方吗？好，帮我亲他鼻子一下。我先壮个胆。来，不要转话题。对，他们都有在监督我们，不要乱转话题。你先亲还是我先亲？我先亲吧。哎呦，很软哦。怎么那个余真轩在体内笑嘻嘻，隐藏不住的笑意。那我眼睛要怎么亲啊？会很怪啊。你可以拨开我的门房，门房呢？我把门打开啦，好不好？眼睛怎么亲啊？这样吗？可以啊。哇哦！好了，我们这样算有做到你们的那种请求。他说果然都是老婆主动，果然都是老婆主动。当然了，我们这个剧就是剧里面老婆，因为我们强调就是子红有说，我们不想要那么相较表面的去设定攻守，我们希望
就是人跟人，对，他是守一嘛，我都是守，他就是防守第一对，你都是名的意思。攻我。对啊，我真轩。可应该是我的体型，应该是我去攻你才对。为什么变成我应该是防守？可是我觉得这样蛮好玩的啊，因为如果我们先去预设，然后想要进入一个套路的话，我觉得就不会那么真实了吧？因为我们在演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去把它当成比耽美剧去演，没有，因为耽美剧可能有一个想象吧，但导演啊，跟我们主创团队、跟演员们当初讨论的就是希望把它当做人跟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对，我们想要单纯去就爱情的层面，好比你在第一季看到的两个人有暗恋，然后一个突然错愕，原来他喜欢我，到突然发现原来我也喜欢他，然后两个人去告白。还有我对裴守一这种，就是他对情感有障碍，可是他其实感觉得到什么，可是他选择逃避开来，不想去面对。对，他其实不想去面对，也是为了我好，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嘛。因为对他有这个障碍，一定是有。其实瑞佳你怎么设定？就是为什么你会有情感障碍？我觉得这个可以聊一聊。其实我有去上网查一下，就是情感障碍它其实有分很多种不同的级别。那像裴守一他属于比较对感情是比较冷漠的，然后所以他的喜怒哀乐他其实他不太会去表达，对，然后或者是可能他内心会自卑，所以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伪装自己，可能觉得我无法照顾你，或是我无法跟你承诺什么。可你社会化的很好，你有一个很厉害的面具。对，可是我觉得很好玩的是，我会觉得裴守一很好。今年就出去了。对，好，今年好，我会觉得很好玩的是，像我对于真轩，可能或许我知道那种是爱，但是我不知道那种感受我要怎么表达，所以会选择逃避，或者是会选择就我们两个之间，校医跟学生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去，可能我对他这些直接可能就是我的关心吧，对裴守一的认知来讲，那我觉得好玩的是，因为可能他不太了解我，或者是我们不是很亲的人，所以呢，变成每次我们两个碰面的时候，就会变得我会比较，对他比较冷漠一点，但是反而对于，可能对于表弟的话，因为我们是亲人，就是我是他表哥嘛，所以显得我在他面前我就不会有任何的武装自己，就会比较真实的个性，就是其实我会去闹他，然后可能讲话会比较尖酸刻薄啊，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两个面向的。那大部分可能对于陌生人的话，或是其他学生的话，或是对于真轩的话，可能都是选择比较逃避，是比较冷漠的，因为他不太懂得如何去处理这样的关系。对，没有感受过的情感会畏惧。对，可是因为永远的第一名，裴守一到后面他会觉得，其实我会觉得你跟我很像，就是于真轩跟裴守一是很像的，就两个人情感都是有障碍，只是不同种的障碍。对，然后其实都是很孤单的一个人，然后跟可能我觉得你缺乏爱，所以你很渴望爱，所以你是很直接的想要从我这边索取，但是因为我不知道爱是什么，而且我不知道那个感受是什么，所以我会在拒绝你。但是可能可怜的地方是我们两个都是很孤独的人。其实可是你还有表弟，是不是？其实算是没有，我觉得就爱情是有空的，是爱情是有个空缺的，而不是说亲戚什么的，而是需要有个喜欢的人、爱的人。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蛮好的，就是两个人都有缺口，
可能那个缺口跟缺口正好补在一起。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有点像那样，就是我们就像拼图一样，我们都有不完整的地方，但是我们正好拼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所以我就说你是我的钥匙啊，我是他钥匙啊。大家好，我是钥匙。你还有 you， 谁还有 you 啊？我有妯娌。妯娌不是爱情的部分啊，那是拿来练习挖洞的地方。互相救赎。我觉得互相救赎，而且因为一开始会害怕那种被救赎的感觉，所以一开始反而是有点互相伤害。刚刚有人说想要看捏表手下巴，捏。你说我是真的下巴了，为什么要捏我？为什么？那是一种宠溺的表现。这样好像那个蛋哦，就是不是有那种装蛋器，就是蛋这样。脸上有东西，哪里？有点可爱。哇！好哦！被撩到了，被撩到了，是幽默的，然后会觉得，我想这个人可以在一起，哇，厉害！你这句我就不来。那么，好啦，我觉得我赢不过你，我原本想讲一个冷笑话，因为我喜欢就是记得一些冷笑话，但是我觉得没有你厉害，算了，不讲。哇，瑞佳厉害，瑞佳厉害。真是也会讲土味情话。我不会啊，我只会讲冷笑话。还有什么？土味情话还有什么？反撩，反撩。很难呢、土味情话，我来，我 Google。那还有什么？对，你先来回答问题。对啊，还有什么？我找一下。他们对，你之前跟织田有没有合作过？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他戏上跟戏下真的长得很不一样？对，完全不一样。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都喜欢呐、我要想一下反差在哪。我觉得他，突然间，我觉得新田私底下，织田呐，故意的新田。我觉得织田私底下，他很可爱，然后跟于真轩反差蛮大的是，于真轩反而是很可怜，就是感觉没有什么朋友，那织田感觉朋友蛮多的。是吧？你很会聊OK 啦，但是其实我蛮宅的，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待在自己的世界做事的人。可是如果出来跟朋友相处的话，我也会很放松，因为除非我很不熟，我就会很安静。对，我就我们在里面做成那样够熟了吧？就是 OK 啦，蛮熟的。而且我还蛮依赖感觉的，就是因为我第一次跟瑞佳对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跟我对于表演的认知是有点像的，而且他也是那种会看到对方是这样子的，于是又把自己交给对方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就会变得熟的。就老实讲，我跟瑞佳没有真的之前没有合作过，然后私下也没有太常见过面，就不是那种超好超麻吉的朋友。可是每次聚在一起，其实都蛮安心的，就不会觉得你会不会突然摆我一道，或是你怎么会讲这句话，都蛮安心交给对方的。应该是说就蛮互相信任啊。可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我跟于真轩在对戏的时候，其实就算对方有多给什么，其实也很容易接到。对，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的默契是，因为我记得之前有问说有没有即兴的部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戏反而都是。其实我们不太去走戏，就我们没有排很多次，我们都是一起看同一个剧本之后，
可能导演大概讲一下，问一下我们会怎么走位，然后我们就开始拍。对。可是现场很多东西都是即兴的，就不会这句话怎么讲，对，不会去预设，以及我们怎么去接，以及多讲了什么，或是动作怎么样，其实那些都是即兴的。然后瑞嘉都可以接住就算了，他也可以再丢回来，所以那个东西就会很好看，而且很过瘾。所以我才说就是，其实我们杀青那一场是我们情绪都最重的那一场戏。然后其实演完之后，就突然会觉得，哇，好想继续演下去，因为那个有点过瘾，真的演得蛮过瘾的。对，就觉得那一刻，因为我觉得演戏都是这样，就你越演会越跟角色越近，就是其实已经是在那个角色的状态里面，而不是说去预设要怎么表演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于真轩了，不走戏，错失很多亲亲的机会。其实我们的戏也不多亲亲的机会，其实有吻戏，真的有吻戏，而且第2名的逆袭那一场吻戏我印象蛮深刻的，而且很浪漫，是不是因为我的嘴唇很软？都有，然后那你那天为什么说我嘴唇不软？我记错啊，对，没有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蛮冷的啊，冷的也是绵绵冰啊。好，我错，没事，干了就好。他罚喝，瑞嘉瘦了，瑞嘉一直都蛮瘦的吧？而且瑞嘉很壮哦。好，我要讲完了，就是你继续讲，不好意思。我希望你们要期待那一场戏，就那场戏，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2个人在屋顶上，然后我们2个都已经是成人了，第二名的逆袭，然后那场戏是，我觉得是对裴守义来讲，他的一个举动让我真的好像把内心那个硬心真的有点打碎，就是那个突如其来的，然后破冰，咔，就开始有裂痕。对，那场戏是吻戏什么现场来吻戏？我们不是这样搞的，不能这样。对啊，所以那场戏其实我蛮期待的。我也很我没有看过，但是不知道最终怎么样呈现的。因为我们看的是最初剪的版本。还没有加上音乐啊，或者是细修过。对。而且乔姐每次看的都很容易哭。对，我们演完那场戏，乔姐哭得很。是你那一场戏？对，就我往上走嘛，我去找你。那个可以讲吗？他去找你。我去找你。好，我去找他。OK 啊，那场戏每个脚步都很沉重。对啊，而且其实我本来觉得那场戏好难，我真的觉得很难。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我们拍蛮快的，就是我们很多镜位，但是每一个镜位其实2-3条内就结束了。就我觉得其实那样4条，走上去有4条。我大概哭了有2个半小时。所以我哭了4条的，哭那么惨，哭4条那样。预告里面只有剪一点点吧，有剪一些啦，就是祝你幸福。一些，好，对不起，对，祝你生日快乐。不过祝你幸福那一句，有人讲，真的因为很爱的人，但是讲祝你幸福，真的是很酸的一件事，很酸那个台词，我那时候看到是觉得很酸的，因为最爱的时候就是放手嘛，就是让他去，成为他自己。而且其实有好玩的，就是我们昨天在 Clubhouse 有聊到，就是我们很多创作是都有修改的。对，创作其实你们这一条的修改幅度其实还蛮增加的蛮。而且我觉得我们2个选择的表现方式好像是蛮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跟原本文本呈现的那个样子，我们都加入蛮多自己觉得会更有趣的，或是更有火花的选择。应该说原本没有不好，可我们把因为是我演于真轩，瑞嘉是裴守一，那当我们是他们，对，灵魂就会叠合啊。而且我们加了蛮多细节在里面，像那个骷髅头，
哦，骷髅头很可爱。骷髅头有摆弄它过吗？有啊，那些动作你有没有参与那个设计？参与摆弄？保健是有，因为保健就是大家在想说，还有那个餐酒馆，其实大家在想说，因为骷髅头它其实就交代那一场戏某个人内心的状态，所以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彩蛋。我的状态嘛。对，所以还蛮好玩的，而且粉丝们有发现啊，他们还有帮那个骷髅头用一些 OS 这样。我觉得他们做那个，就是我有看到你们有人做那个，我有看到你们做那个，就我们直播，然后还剪接，就是还加特效，怎么看，然后就是我们在整那个得意他们，我觉得超好笑的，就很厉害，给你们一个赞，谢谢，对，谢谢你们。我觉得这次拍戏真的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真的因为观众的热情的参与，就他们自己也在二次创作，因为这样产生了一个互动。对啊，我觉得这很好玩。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戏不可能拍到每一个人的这么日常这个细节，因为不是纪录片嘛。但是其实，在他们还没看到的那个时候，其实故事都在发生中。对，就好玩是这样，就是譬如说，守一跟真轩后来然后怎样了，那个我们可能没拍出来，但是他们的故事一直都在。对，所以就会觉得角色的生命其实不只是我们或是主创团队给予的，连观众一起都增加那个角色的厚度。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而且有些甚至写得很好，或是剪得很好。而且在暗场的时候，他们有很多无限的想象。对啊，他们在想说，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这10年之间你是我发生了什么，或我跟你私下互动到底是什么？有个问题，我前几天就是永远的第一名后面，我们在学校交错而过，大家都在讨论说，你是我是什么？就是那个为什么回去几年？对，这个要解释一下。当初我们的共识好像是我是校友吧，那个学校的，是不是？对，可是因为我后来想想，应该是我自己的认知啊。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你是高中生嘛？对，我高中。然后我是校医，应该是说你毕业之后我突然消失离开了你，那你可能进那个学校的时候，我还没有进到那个大学，懂我意思吗？其实不是同一个大学。其实中间不是我知道，可是因为那时候导演设定是说，想说他是校友，因为会出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可能我消失了，所以我没有马上进了大学。你可能毕业之后你就进了大学，可能4年之后毕业之后，我才进到那个大学，然后刚好跟我的表弟，对，那个时间差应该就连得起来了吧？就是3岁时间差的。对啊，就是你在那个大学，我还没有进到那个大学。等你毕业之后我就进去了。对，我也是这样理解。就是在教唆。然后你也不知道原来我是那间大学的校友。对，但其实我也很想问问题，因为我有看到粉丝有人之前有留言问问题，就是说，那裴守一那12年到底有没有去找过于真轩或看过于真轩？我觉得就算有看到，他也是选择。你觉得你有主动去想要知道我的消息吗？其实没有。你觉得你没有？没有。那你那12年有想我吗？你觉得有？我觉得裴守一是想，可是他很害怕，所以他只有想，他不敢行动。他很害怕去想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其实虽然他是情感障碍，可是他已经有一点被你打到了，就是被我咬到了，感觉到了那个东西。对，因为可能很多人的感情可能是谈情说爱，可是我们的东西是肢体的，那是有感受跟有力度的，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很亲密的东西。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你怎么会一个人然后翘课然后被打？其实你在我身上有看到一点你的影子。对，可是他又不知道这个感受是什么，是爱吗？可是这爱他以前没有过啊。那所以就会去想说，裴守一这个人，他
以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好想知道第3季。其实很多人想知道，就是他是个很神秘的人，就是他跟表弟虽然这么好，可是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会有这样的症状，跟这么的不冷不热这样？对啊，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裴守一跟于真轩他们如果去深挖，其实都有很有趣的地方。至少这是我那时候会接下于真轩角色的原因。那我相信也是你会想接裴守一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他感觉就我们看冰山都是1/10在上面，可是9%在下面，我们会感觉那1/10就好精彩了，所以很想要作为演员，其实很想要试着去做那9%的功课，然后看能不能透过那1/10去呈现出来。他说泡面过期这么久。泡面没有过期不过期的啦。对，那个泡面的部分有人想。对啊。那个就是泡面的部分有一个问题是，那个那一包泡面到底多久了？过期多久了？那请问一下，到底塞在那个人体模型里面的泡面，裴守一有定期去更换过吗？还是那就是守一的，就是那时候守一帮于真先买的那一包，就是可能在停东西不小心停到，就直接在篮子里面就带走。我觉得就是那一包啊，就是留给我那一包，就是一定是留给你那一包。所以你看到它被吃掉，有没有怒？肯定怒的啊，肯定怒的。可是你不觉得他很压抑吗？他还说你就是吃了我那个泡面，不错嘛，对啊。然后刚刚有问说我们两个差几岁，应该差5岁吧？实际吗？还是戏里面？戏里面不止5岁吧？9.5。因为你30的话，我就35啊。没有，因为我高中应该17嘛，16、17。我想说算18，我那时候你那时候应该23的话，然后你毕业，我觉得我自己设定是更大一点哦，不是实际是剧里面。我知道。因为我感觉，不过其实说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设一个很大概，你们只有设一个大概哦。好，那我自己设定其实是7、8岁，因为我差个7、8岁。7、8，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觉得5还是有点近，可是7、8又多。高中的时候，其实你是刚医学毕业没多久之后，对，爸妈本来是应该要叫你去医院继承，因为你的背景是，我知道爸爸妈妈是，而且医学生你说一定7年嘛，对不对？在我们的背景差不多，反而是去对，就差不多那个时间差。7岁，罗罗来了。我要帮你们英文翻译。罗罗在哪 ？Event model, actor, hello。都没有设定表哥表嫂，年龄差这么大，其实7岁，我觉得在应该还好吧。就是当你学校毕业之后，7岁真的还好。可是你在学校一定差很多，好比你如果是小学的话，另外一个人初中，就这样很有差。可是老实讲，你说一个30，一个37。还好，罗罗翻译。我们除了音乐家，还有一个寿司的师傅，对，谁？李琦啊，他不在做寿司吗？他也是一个奇葩，对他真的奇葩，他那天真的是强啊。那你们觉得这里面戏的角色，因为我觉得这一次还比较不一样，是每一个人对于不同的角色都还蛮了解的，就是不会只是了解自己这一对角色。你们会觉得哪一个最令人心疼啊？有啊，我，你会觉得真是我没有，他说其他人吧，没有，他说所有，所有当然是你啊，对啊，我也是说其他人，其实你最可怜，我最可怜，他超可怜的，而且你都没有朋友。对啊，我就是一个人，没有别人一个人没有同类，就一个人所以你看，就是他是一个，我也一个人啊，等了12年，你还有表弟，一个等了12年，然后另外一个师德又是暗恋了就是又暗恋了10年，然后又那个因缘际会这个分开，对。
所以你看惹到你们家表哥，一个就是12年。对啊，跟我们超虐。我觉得你们的 DNA 有问题，你们这种 DNA 真的是有点。不会啊，我还蛮。而且老实讲，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守一跟世德真的长得有点像？我那时候在看，因为我看本人会觉得你们是不同人嘛。但我看第1季的时候，我看有一幕是在校园，守一跟那个世德一起往前走。然后我就觉得哇，表人才只有哇，表兄弟，真是表兄弟，真是表啊，真是表的，出师表，心疼表嫂。对啊，他们超像的。然后他们又是彰化人，你要不要回家问一下，看一下族谱是不是曾经有姓林的曾经加入过？会不会大家都说以后找男人要找彰化一人？定的啊。我也可以。彰化人，你哪里人？我算你嫁彰化，我跟你，我彰化。超碎心，妯娌爱。对啊，他们很喜欢讲什么我跟 you， 我跟 you 就是好玩的。你有看到网络上面有一篇你跟 you 的？我没看过。真人版。我有看到一篇是我穿越回到过去，发现我是高中生，然后我的同学竟然有我爸跟我妈，然后我爸是子红，我妈是 you，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怎么超展开，而且你们把我辈分降了。不是，你明明比他们大。对啊。另外一篇同人文是就是另外一篇他们剪辑的，是剪你跟 you， 就是怎样？我找一下。对，你讲一下。我找一下。我觉得他们好有才哦。而且你知道什么叫 ABO 吗？我知道。你知道什么叫 ABO 吗？因为他们一直讲什么 Omega， 然后我就Omega。你对他讲一下，你是我的阿法。你是我的阿法，我是你的 Omega， 我们两个是阿法 Omega。阿法 Omega。好了，你知道意思吗？我其实不晓得。没有，我有去看，但我打开来之后，我看了一点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害羞，我就把它关了。但我大概知道啦，但是有，我不想太深入去了解。OK。对，我觉得你可以去瞄一下，对。所以我们知道啦，对，很好玩。但问说你一天到底花多少时间在逛这些地方？你怎么薪资收取的很快？其实我是个超级好奇的人就好比你们有看我学吉他吗？我是自己学的，因为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去前年底。你是电吉他吗？电吉他，因为我原本弹木的，然后我发现电的声音比较好，我喜欢。现在啦，以后可能喜欢木的，然后就开始弹，然后自己上网看 YouTube 啊，然后看哔哩哔哩也有教学。那你第3季弹给我听啊？好啊，你唱歌我弹，我们去开西餐厅。马上变驻唱了呢。突然话锋一转，乔姐就第3季西餐厅，有搞头。我们变团体是。对啊。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们有讲到，如果真的往后，我们不是有点聊到80岁吗？记不记得之前你说80岁的时候你们会怎样？白发苍苍啊！不是吧？你那时候说你们这一对很心累，活不到那么久。我有点忘记了。我说你们这一对心很累，活不到那么久。我活那么久，很累。对，我说我们活不到80岁，太累了，又打，然后又心酸，然后一个追一个。我觉得我追你顶多你说12年嘛，好，我不止可以12年，可是老实说，我应该只能追到70岁吧，因为。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很大的负荷呢。可是你很容易受伤了，你确定能到70岁吗？我可能70岁的时候就有点。你很喜欢横冲直撞，身上应该有些老毛病，有些老毛病，你知道吗？我说你可不可以别让我追啦？我好累啊！不要追我，不靠近你，让我看看嘛。好不好？眼睛看不犯法啊！哇塞，眼睛这个刃条还蛮宽的。对，可以。表哥就90了，补刀。他说我80几哦，你就90。看我一眼了，长命100岁了。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可以回。我们今天讲好多话。有人对，就是这个弹幕，就是他们希望就是让你们知道，就是有这一对 CP 在。
就是他们说表嫂跟佑站在一起的时候，表嫂觉得好攻哦。拜托，我可攻可守，我是那个军事奇才哎。诸葛亮在世，看你，真的耶，没有，因为 You 真的太容易被攻了，他是那种你一戳他就会的感觉的。我知道他们的想象，因为你其实跟 You 的脸型跟体型算是比较相似。哦，在里面我跟他比较像。对，就是那个会，可是因为要有不同的落差，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跟子红，因为我们两个很像，而且身高又差不多。但也有人讲说，请你们两个在一起。对，我有看到这一则。是因为那个表哥。没有，我觉得如果我得说亲戚表兄弟阻拦了我们，表兄弟。对，因为根据医学上面这样子容易 DNA 会有缺陷跟缺陷合在一起，这样其实不好。对，缺陷更大。对。没有，因为医学系的在旁边嘛，我们得从医学的角度去衡量一下。因为我们两个嘴巴已经够毒了。你们生出来到底什么名嘴啊？对啊，超毒的。对啊，有看到这个，对。想要让你们看这个。他们说不要表兄弟啊，表兄弟他们两个组团就好啦，不需要出来那个骨科什么意思？骨科很好啊。骨科是什么意思啊？他是希望就是骨科吗？可以是吗？我不懂啊，骨科是什么意思？克骨科，真的很。我们永葆青春，又不能生。你确定不能生吗？好了，等一下，现在已经快10点了。哦，骨科就是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意思，这样太乱了。我有东西要送你。你有东西送我？对。来啊！不是我约你啊。对。所以我准备一个礼物要送你。送我离开。你知道我会变一个魔术吗？你知道我会变魔术吗？什么魔术？我变得好喜欢你哦。有吗？土味情话有没有？我忍到现在，我刚刚看完之后，我一直等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有哈，真是够了。好了，来吧。我们两个试一下，真的跟怎么样？角色反差还蛮大。当然要啊，不然多累啊。我私底下如果真的12年，你知道人生有多少12年？真的。有一次我们访问有问到，就是如果真实世界真的要等12年，会真的等12年吗？对。然后这是个好问题。问我，然后我就回答说，那如果我知道有12年的话，我11年可能先不等了。我就等最后1年。对，我已经知道12年，我就11年先 have fun。我大概3个月吧。12年很恐怖啊！杀了我，好可怕。好，送我礼物。眼睛闭起来啊！好。那我需要脱衣服吗？不用，好，怕冷，我怕冷。好，要送咯。好嘞，要送咯。我需要什么东西吗？送你一个吻。好哟，我要查了啦，要查是？我要查了。好了，你送你一个定情手链。哎呦，给我定情在这里。那把你的很美的手。你喜欢我的左手还是右手？你喜欢你的哪？我都喜欢啊。你都喜欢，那都给你露一手，绑起来是？还是我给你我的第3只手？新招，2只手绑起来，2只手有这个趴，我们具有这个趴。这个手链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吧？就是在我们戏里面有出现过，就是定情的手链。好，那我现在左手吧，我把我的戒指拿掉，我放这边。好，
好，现在送给你。我送给你之后呢，看你要怎么运用吗？运用它。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拿来惩罚你吧。惩罚我？这样皮质的、这是诚实守验，对不对？对，大家都要说诚实话。我去死之前，我饰演于真轩。所以这个也要送人吗？这个也要送，这也送哦。真的要送吗？是跟这个一起送，还分开送？分开送好了啦，因为这样就有2个得主啊。对，就是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活动，就是送这个我们今天手艺送给真轩的手链跟手艺的衬衫，对，然后都是现场的，这个我们不会换，对，绝对不会杀狗啊，杀狗啦啊，别啦，我是小狗哎，对啊，真轩是用真轩的原型，真的有一点浪浪的那个，是啊，对我，因为你刚刚有问到我眼神，其实我都，因为我无聊在 IG 上会看那种宠物很可爱的那种那种贴文，然后就会从中抓那种东西，就那种无邪跟那种真诚，就会让人家想要把你带回家。对，就很没有杂质的那个眼神，对，会揣摩，带回家养。对，我们应该是之后会办活动的，对，盒子上面写个OK， 好。乔姐她说就是叫我们把电话写在没有啦，没有啦，你可以真的写啊。没有，我们写哪里比较好？这里吗？我们签名好了。好，你先陪手艺是？先张瑞佳吧，对不对？因为你 AKA 陪手艺啊。之前你吉他有没有去弹？你有没有弹我们的主题曲或者水岸？对啊，你可以。或者我们。不然我来学一下好了，好不好？学我们嘛。学我们是不是？好啊。黄玠的我们，因为那首歌其实大家从昨天就听那首歌哭到现在了。可以。那首歌好好听哦。花絮的时候就已经听那首歌哭到。没有，其实要很。是守正这个预告片这个。对，然后今天周五就又不行，就是大家已经昨天在听我们哭了，然后今天中午看了预告又哭更凶了。那个歌好好听哦。我觉得蛮好听，搭那个预告片。而且我们是特别帮你们2个找，而且我们的那个，我觉得我们的那个曲风跟其他的完全就是不一样的那个感觉，超虐的，好不好？我们是，英文就是 us， 而且就是有那一种过了好久之后，你再回头过去看，你知道这么长的岁月。我们2个到底还是不是那样？还有没有保持原本的那样？还会不会有未来？那个是，因为那预告剪得很好，我今天就跟乔姐说，你可以把影片传给我。剪得很好。我后来也有发影片吧，原档对，我后来也有发。我觉得那剪得很，是你跟江江一起。对，我们非常深刻的 love you。乔姐其实真的很认真呢。我们的宣传的物料，然后就是就是他是从前置一路忙碌到现在，然后甚至我们播完之后，他还有可能要继续忙。对，所以我有看到有些粉丝还特别谢谢你。我觉得对很酷，就是真的对，每天都要忙到4点吧，对啊，至少4点啊，对啊。他活动可以什么活动？你说之后的活动可以直播吗？会啊，对，会直播。其实有很多粉丝是说微博可以直播吗？不然下次的部分你看要不要我们再开一台手机，就2边。好啊，不然就开两边一起直播，就是以 IG 这个为主。对，因为我还是一样有比较多国际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跟因为那边真的是人很真的蛮多，因为大家要救孩子啊，因为他们都一直在等待。因为我说真的，我从微博上面看到的那些回应啊，真的很认真诶，就他们真的是非常入戏的很深，而且他们对于戏剧也有他们的品味在，就是我觉得有些小地方他们都有注意到，对，就我们的诠释可能在镜头上面只有带到，可他们会把它拿出来
理解为什么我们会那种选择。因为其实除了在微博之外，然后其实很多外国人也会用他们的英文来跟我们解释，说他觉得这些人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会用很 adorable 的，然后甚至有人真的用一篇的英文去讲说，哦，他也有他的暗恋的故事，然后甚至我们看到有一篇，他就讲说他跟那个于真萱一样等了很久很久，但后来他没有等到那一个人。有等到12年吗？他没有，然后他说他没有等到那一个人。有等到没有等到那个人？对，他等了那么久，但是同志共勉之啊！你不要叫他再继续等了啦。他说超话很多人在等我们超话，对，我有看超话，你有看吗？就是手真 CP 的超话跟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超话都有，甚至有时候也会点进去德艺 CP 看一下超话。我超喜欢你们说是表弟表嫂，我觉得超好玩的，就大家会很亲密。香港的粉丝也喜欢我们。你好啊，香港嘅朋友。而且我想有最新的消息是我们在各国的 Weekly 那边的播放啊，应该都是第一名。耶！各国已经都是。谢谢你们。好，所以包括什么？其實我可以講廣東話依家。可以啊，對，哪邊呢？因為我識少少啊，識廣東話少少，識講咯。好，想你們。好，廣東話。不如嘅話，你講普通話，我講香港廣東話。還有哪一個語言？我就英文會一點，可我英文沒有。沒關係，趕快。안녕하세요，不然打招呼。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真萱、织田一米达。张瑞佳一米达。然后什么？日文是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织田です。瑞です。对，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然后还有什么？萨瓦迪卡。萨瓦迪卡。我接下来要学什么啊？还有什么？英文就 Hello everybody, I'm Tian。I'm Ray。还有什么？还有法文？法国有吗？法国没有。Bonjour。四川话，四川话啊，四川话就教我。广东嗨。咋的？广东人。广东昨天有粉丝帮我买那个啊。哦，对，好谢，真的是都得塞，真係都得塞哦。台语，没有台语干嘛？泰文，泰文。微博直播会，如果以乔姐的说法，有可能是下次我们直播的时候，如果是人数多，就人比较多的时候，大一点的场面，就是 IG 会主要播，然后微博也会同时去播。对，我们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模式，可能再评估一下。河南话，河南话，河南话我不会，对不起。我乱讲，东北话就我盘你，你确定？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上海话，上海话很难讲上海浓下浓是吗？湖南话我真的不会，对不起。好，不过这是世界之大，但是很多地方都在就是我很喜欢方言，我觉得方言很好玩。对，方言好玩。然后对那个，真有一天我们可能，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不然其实很早在这期的时候，我们就本来都有预计到说我们要去海外宣传巡回，可是真的是因为疫情，所以一开始要隔离这样子隔离很久啊。对啊，可是其实对啦，疫情这样，我们可以有第3季啊。敲碗，等疫情。敲碗，看，叮，他们都一直觉得有第3季耶，他们都一直觉得。我觉得反应是可以，连第2季都还没播出，他说第3季已经要怎么样。我想说，昨天在那个第3季，大家都是谢谢我们之后，就是说就是很期待第2季跟第3季。重点是我们还没拍第3季。我们第3季还没拍哦。对啊。可是你要问他们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才开始想的话，那会不会拍了之后他就不爱我们了？其实对啊，如果我们现在才开始去创作，因为我觉得好的剧本需要磨，可是真的需要时间是要延续下去啊。你们希望第3季是怎么搞？对。没有，我自己如果真的有第3季，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可以写的部分。我觉得蛮多的啊，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不算有一个确定的结束的点是什么。
对不对？我们感觉是，后面有一些东西，对，有一些东西都一堆，对，他们愿意等，他们愿意等，小姐他们愿意等。我们是真的有思考到那个甄轩都等12年，我就等你写剧本写12年，好不好？他们可能受不了，可能12天就受不了，12天。对啊，他们现在1个月就受不了，好不好？他们1个月就受不了。因为那时候就是每天就他们度日如年。我知道啊。现在还剩下几年的时间就要第2季见面。他说婚后休，我们又还没婚后啊。他也没跟我，他这个就可以哦，这个就可以哦。没有，其实第2季第2名的逆袭，我们其实也是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们也是对啦，但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很多的可能性。对，其实已经有想象，就是有讨论过到第3季的内容，就是如果有第3季该怎么样去做？对，以及电影以及电影版。对。请问电影如果2位来演出的话，愿不愿意非常大尺度的挑战一下？愿意啊，可以啊。我可能要去练一下。我跟着他练线条，到时候我练比他做。我告诉你，最早真的是佩瑜在你们这一对角色的时候，因为你可以看到，就是这2个人就有很多可以挖。然后大家讲说，我们这戏里面就是最安全跟最幸福的健康长大的就是尾鱼 CP 了嘛。他们超级健康的，果然是尾鱼很健康。对啊，他们就不含 Omega， 不含 Omega， 丰富。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对，德意 CP， 然后这个又是12年2个。可是德意 CP 后面好甜哦，可是第2季有点虐的部分。爱情不就是这样吗？可他们真的又甜又虐，又甜又虐。对啊，我们就是虐，好了，甜一下。没有，我们不甜，我们说虐，不虐，虐，不虐。记得我们有讲过说，讲到他们前面，尤其是前面校园的时候，就讲他们都很轻松啊。一讲到你们就觉得沉下去啊。所以我就会沉下去。我们2个不同世界的。对啊，你有没有看海报？他们4个在那边搞那什么小孩子的商战啊。我们2个在上面，我们2个在上面做大人的事情。我们大人是干嘛？我们研究物理啊，我们玩那个钟摆锤。我们关心是这种宇宙跟我们的关系。对，好，这个盒子我们签名了。对啊，就大家一定会收到，如果有抽中的人。瑞佳、织田，对，然后还有这个，我晚点就会放过去，我先让他有一点我的皮质啊。对。所以真的那时候跟佩瑜编剧讲的时候，其实在还没讲到你们这条线的故事，就已经先想了电影版的海报。哇，乔姐你走很快呢，真的，难怪我都看不到你的车尾。跳钥匙的，对。那时候已经想到了。你是勤劳的兔子呢。然后讲到我们一直被大家拉回来抠剧本，又是讨论那一个，现在都不清楚。我很期待，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们也很期待。因为我很喜欢于真轩，是真的很喜欢。昨天在跟你家那个聊天的时候，还讲说，那干脆就是明年314电影上好了。你说情人节啊，白色情人节。然后他说明年3月14号我们电影版会上。然后他还说太快，是不是？然后太快，明年呢？你们知道我们其实这些剧就2季其实是去年的11月才杀青。11月5号杀。11月5号。对，11月才杀青。其实这是这算是我拍过最快就看到成品的一个剧。对，很难得，因为以前总是在宣传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要回想一下，就想说，那时候发生什么，然后在过程中才聊，对，那时候怎样，对，然后可是这一次就真的就是历历在目，就是都没有，就离自己很近吧。虽然中间有别的角色的进入，但我还是觉得就像他跟守一还是非常的亲密，我跟曾轩也还是非常亲密，还蛮酷的。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经验真的超酷。所以大家不要逼我们第2季可不可以再提前上，因为我们真的光剪接已经剪得快，对啊，倒在地上了。对，他们剪得很辛苦，但制作的很好，非常棒，我也觉得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个长度很吸引人。而
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音乐也很感人，所以其实去看第2季的部分，音乐真的是会泪。对，乔姐说一定要提醒大家，就可以的话，拜托一定要从 VTV 去上面去看，从正版的管道去看，因为这样会让我们得到的数据啊，或是回馈是更真实的。然后我们也会进步的更多，平台会更开心的去支持我们拍摄 WBL 第3季。就大家可以去下载 VTV 的 APP 对，然后就很谢谢大家，然后希望我们也很期待有第3季，对，就我们一起期待。好啦，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在讲说盛夏光年康正行康小朋友那时候并没有得到最后的幸福。对，这一次会不会可以得到最后的幸福？请问隔壁的这位到底可不可以给他幸福？我 OK 啊，那他 O 不 OK 咯？他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自己的想象，我觉得就陪手艺这个，就我们2个人之间，我觉得我们的幸福不会这么的简单，是我们2个一定要历经一个很大的阻碍，那个幸福才会是很扎实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目前我们那么痛苦了，但也只到了就是要等靠近，对，还没有真的拥抱，就是完全下一个坎真的，我们才应该说我们现在从原本的背对背，或是我面向他，他背对着我，或是当我朝向别的地方的时候，他才看着我的时候，已经变到终于面对面了。对，但是能不能彼此越来越靠近，甚至贴近，我觉得是困难的，因为角色身上都有太多伤了。对，可是这个才是好看的地方。对，我觉得很迷人，因为这个在现实中我真的没有，你一定也没体会过吧？没有。然后我觉得在做这个功课跟在了解角色跟他接近的过程中，真的很有趣。因为我觉得表哥父母会不会也有问题？表哥一家人都有问题。没有表哥，我觉得有问题的不是表哥的父母，因为你看表弟跟表哥都有问题，所以是他们祖父母。所以我们是隔代遗传，就对了。对。不要这样子，我那时候跟江导演为了要描摹守一的家庭，所以我们聊很久有关于守一的爸妈是怎样，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会怎样，然后那个环境聊的天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聊过。可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有受过什么样很大的伤害，就是内心。如果我去做功课，真的会想说往童年去走。对，当然你可以说 Born to Be， 但 Born to Be 我觉得，不是 Born to Be， 我们这个有一些好，请看第3季。对，自己挖坑掉。那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裴守一，是因为他就算有这样的缺陷，但是终究是人是很复杂的，跟你也不晓得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好。就是有一种你很难去拿捏，所以变成裴守一他我需要同理心跟真的去了解他，就真的去了解他的一些伤害，你才会有那个共鸣在，就是你要跟角色有共鸣，你要去同理心去了解他。其实还没看到你最脆弱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看到你最脆弱的那个时候，会突然很迷人。而且，我觉得裴守一如果最脆弱的时候，应该就是我比你更可怜。就你才会说哦，原来裴守一是最可怜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拥有最坚硬的那个外壳，其实里面是最柔软。对啊。就他是为了要保护那个最软的、最容易受伤的地方、最呵护的东西，所以才会把自己树立成这么坚硬。其实你有没有想，你们有看到那个永远的，是永远的第一名后面吗？最后那个在酒吧有他们在那个恋爱那个多巴胺。其实我有把我的潜意识讲出来，
就是说我也该去，有没有发现吗？就是我讲的话，其实不经意的讲出，其实我也有想要。我有一句台词，你有这样讲的，对，我觉得那个含义很大，那个含义蛮大，就是很不经意的讲说，可是那个含义很大。其实我觉得你跟世德的过程，你会把自己的某一部分的东西流出来，就他可能会，因为他让你放松嘛，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真实的情感会突然跑出来，就可能你的话语，或者你看着他们，然后想到些什么。其实小说里面有一个番外。小说小说什么时候上？对，你们还没有。对，小说什么时候上？还没出来。其实大家应该很想看小说。秒杀了，所以那个对，就是对买不到。但有啦，会留给你们。因为其实小说应该会写得更详细。小说跟写真，然后不是，但是小说里面有一段的番外是讲你跟高士德小时候，裴守一跟高士德的。我有听过这个，好像蛮好玩的，应该蛮有趣的。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祖父母是什么样的哦。蛮感人的。啊，真的吗？还蛮感人，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表哥表弟从小，然后那个小士德是长什么样子，怎么去窜到裴守一的房间里面，然后怎么蹲在旁边，然后还一直叫他弟走。有人拿到小说了啊？真的吗？有啊，他们有。你们有人买了？收到了吗？还没收到。然后他们说买起来，哇，已经预售完。有啦，再版，对。然后第二季也会出第二季的小说跟写真。耶。对。然后所以到时候也要再劳烦大家帮忙签。没问题。限量的签名书啊。还没出。签到手断掉到位。是不是要开始结尾了？对不对？是的。那不然看他们还想要讲什么，然后我们有看到的我们就回应，然后我们简短的回应。我们就不讲那么长了，你们想讲什么，我们就一个个回。期待，我们也很期待签名版的没了，签名版的没了怎么办？签名版没了就再签名吗？还是我们那个签名会是会要公布吗？就我们还在瞧那个时间流程，所以会有签书会吗？有可能会有签书会，就一起吧。如果疫情有好转的话，应该会有。对，乔姐会帮大家争取。对，然后没有2集一起买，好啊。签名版太少了啦，对，就是到时候如果有签书会的话，就会我们会帮你们签，对。甜甜你太好了，谢谢。瑞佳也很好，5G 冲浪，5G 有够快，10G。礼物什么时候送？这个我们等今天直播完，我们再看是怎么样去做这个抽奖礼物。对，B 站要来吗 ？B 站要怎么去啊？其实我偶尔会看 B 站，因为 B 站很多学习的资源。我是一个很爱用网络学东西的人。对，我再问问看乔姐，之后还会上节目，还会有节目的宣传，之后再公布。怎么也没感觉？期待我们去，好啊！我们如果能去的话，我们也会去。然后不过就是像昨天讲的，就很谢谢这一次，因为真的是各个地方的人都很多，所以像 You 就会被分派到 Twitter 去直播嘛，对，然后我们用 IG， 然后又就是昨天也是，就是导演又快闪了 Clubhouse 的部分，对 Clubhouse，谢谢大家为了我们也学会这么多的 APP， 他说我也学会蛮多的，原来看 WBL。的重点是学会一堆 APP， 对，学会下载一堆 APP 跟怎么用。其实我也是因为这部戏，然后我们2个也是开了那个 Twitter 的账号。对，之前没有 Twitter。就你们有上玩吗？我有发一些东西，我有发过一点，然后我 Twitter 有试着打日文，但后来太忙了，就比较少用。对，我还是都会尽量就是发一些东西，然后让大家知道。微博也有啊 ，Clubhouse 进不去了。好啊，像 Clubhouse 也是因为就是安卓系统不能用啊，然后对啊不能用，但是我们就是尝试在不同的地方留下不同的痕迹给大家。是真的觉得翻墙是辛苦了，不好意思。我们下次会一起，对，我们会再跟乔姐讨论一下那个，对，微博直播一起，真的会讨论。到时候有新的消息会跟大家讲。学会翻墙，然后说泰文因为这样学会翻墙。其实多学点东西，我们才不会老化。我们每个人都是高士德，因为都要学会这么多东西才成为第1名。
对啊，高士德那么辛苦，我们也得那么辛苦啊。表嫂那么辛苦。那最后因为我们今天时间超，最后要不要2个人对彼此讲一句话？因为每一次你们在的时候都很闹哄哄，就是都没有真心诚意的，真的是。好啊，对方讲。其实我不管是对人还是对角色，我看花絮，然后看瑞佳对我说的话，就是对石之田，或是他以裴守一去对于正轩讲的话，其实我蛮感动的，因为我跟瑞佳在对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2个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希望可以把某一种真实的状态带到戏里面，然后所以在戏外其实我们2个基本上不太去聊戏的，就我们不会去聊说待会我们想怎么演，然后我们要怎么做，因为其实表哥跟表嫂2个人不应该是知道彼此会怎么做的人，而是当对方那样做的时候，他会去理解为什么他会那样做，是那样子的状态，所以我第一次看花絮，我才知道原来裴守一想对真轩这样讲，然后原来瑞佳也觉得我是这样的演员，所以我觉得哇，好心动哦，就是那个心动是很感动啦，就觉得因为我也很觉得有这样的对手是很幸福的，不管对于我自己或对于角色来讲，然后我自己觉得，就首先很谢谢石之田，把他自己交给我，才会有这样完整的于真轩。因为如果你不把自己的全部交给对方的话，其实，可能角色跟角色之间可能就只是一个表演跟互动而已。但是，我从石之田的肢体跟他的眼神，然后让我知道，有于真轩这个人的存在。所以，其实很多就是刚刚我有看到说，有感觉的张瑞佳怎么去饰演没有感觉的裴守一，其实人都有感觉的，只是他不知道那个感觉，他每个人去处理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裴守一他就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对他来讲可能就是怎么永远都得不到回应。但是对我来讲，我是有裴守一是真的有感觉，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跟他很压抑，跟他无法去面对我们之间可能所谓的爱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2个人之间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像佑他们2个人的爱情就是很甜，然后可能永远就是第1、2名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可能是天生就是这样的缺陷，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能相遇，而且反而好像可以更理解对方，就是内心某一个地方。所以我很谢谢石之田跟于真轩。对，我也很谢谢。要不然抱一下。好了，今天我们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对啊，对，因为很有感觉，互相救赎。对啊，我悄悄我们应该 OK 了。好啊。那我因为有点晚了，我们待会还要回去。我们挖的洞。我们下一个活动可以先跟大家说吗？有下一个吗？还是我们有网络在公布？我们就是有个特映，我们有个特映会部分会在大荧幕里面跟大家一起看，你们也会一起在大荧幕里面跟大家一起看。对，在大荧幕看的感觉真的不太一样。24号有个特映会吗？26号。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首播第1集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再开一个直播。OK。然后我们会有3月3号还有一个我们首映会。那首映会的部分可能我们也会看场地的需求，看可不可以再开放一些 OK 粉丝的部分，可以一起来莅临你们穿这么帅气的西装。好，穿西装哦。你们开始要准备你的西装哦。拜托，职场啊，好啊，大人的世界，你们知道吗？所以呢，
最后很谢谢你们，对，真的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然后谢谢今天在上面大概快3000，今天刚刚有3000多人，对，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们，然后我们真的每个人每个演员，然后对每个角色都非常的用心，还有我们整个团队，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有第3季，那我们就下次活动见，对，下次活动见，对啊，那这个我们活动会再跟大家讲 ，OK？ 呀，掉，晚安。很高兴，就是我们而且我们的音乐，我们的片头尾曲，还有就是片头一个插曲，问问跟分手放手，对，这2首都破100万，哇，对 YouTube 的，哦，谢谢你们 YouTube 点阅率，就你9万好朋友，放心，我不会开车了。好啊，各位辛苦了，好，辛苦你们了，赶快去休息吧。你们距离12点还有1个小时半，可以做很多事。晚安，拜拜，Love you，关咯 ，Love you，关咯，拜拜，晚安。来你来关，怎么关？对啊，怎么关？我不会关诶，我也不会关啊。是这样按我试试看哈，试试看这个吗？叉吗？叉吗？哦，拜拜。对，按下去会沉吗？先结束。